通胀战的最后一英里很难。顶级经济学家和央行行长开始在一件事上达成了一致，利率将在更长时间内保持较高水平。另外，美债收益率飙升，恐将令本来遭遇多重利空的美国房地产雪上加霜。市场资深人士表示，这是阻止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原因之一。最后，我们观察到俄罗斯海域原油的4周平均出口量创3个多月新高。与此同时，美国正在收紧针对俄罗斯原油出口的制裁。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财经老师说，带您用宏观经济解读世界金融市场。如果您也有不动产买卖相关问题，以及股市投资经验的看法分享，都欢迎留言或私讯我们。另外，我会不定期在社群贴文分享近期不错的房产物件和值得注意的类股以及投资个股。如果您也喜欢这样的内容，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通知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顶级经济学家和各大央行官员似乎在一件事上达成了一致，利率将在更长时间内保持在较高水平，这给全球市场的前景蒙上了阴影。在过去18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世界各地的央行都在大举提高利率，以遏制不断飙升的通胀，迄今为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9月份暂停加息周期之前，美联储已将其主要政策利率上调至2023年7月的 5.25% 到 5.5%。尽管暂停了加息，但美联储官员已经暗示，如果通胀要持续回到 2% 的目标水平，利率可能不得不再比市场最初预期的更长时间内保持在较高水平。世界银行行长彭安杰上周在 IMF 和世界银行年会期间表示，利率可能会在更长时间内保持在高位，并使全球企业和央行的投资环境复杂化，尤其是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的情况下。尽管有迹象显示欧元区经济正在走弱，但欧洲央行上个月还是进行了连续第10次加息，将其主要存款工具利率提高到了创纪录的 4%。 不过，欧洲央行官员暗示，目前可能不考虑进一步加息。几位央行行长和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上周表示，尽管11月加息的可能性不大，但鉴于持续的通胀压力和新冲击的可能性，未来加息的大门必须保持开放。欧洲央行管委表示，他很高兴利率保持在当前水平，但由于2个原因，他不能关闭进一步加息的大门。他说，一个当然是劳动力市场，我们还没有看到工资增长见顶；另一个当然是地缘政治，我们可能会遇到更多可能推高通胀的冲击。目前货币政策正在进入新的、更长时间保持高位的阶段，且这一阶段可能会持续下去，以确保欧洲央行能够在2025年下半年将通胀率稳步恢复到 2%。 如果出现额外的冲击，这也是给市场的一个信息，不要开始谈论什么时候会首次降息。我们仍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即我们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通胀水平，也不知道是否需要进一步加息。对于澳洲联储情况亦是如此，其在周二公布了一份鹰派的10月会议纪要，纪要显示澳洲联储委员会担心通胀并未如预期那样放缓，这表明下个月该央行有可能会再度加息。南非央行也认为这项工作还没有完成，不过他暗示南非央行现在有能力停下来评估先前货币政策收紧的全面影响。该央行已将其主要回购利率从2021年11月的 3.5% 上调至2023年5月的 8.25%， 此后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商业房地产市场正在摇摆不定，市场资深人士埃德亚德尼认为，这将有助于让美联储停止加息。近几个月来，债券收益率大幅上升，使得企业借贷成本远高于以往水平，这显然对商业房地产市场不利。商业房地产市场本已受到写字楼空置率上升、大量在融资需求和3月份银行倒闭后的信贷紧缩的困扰。Yardeni Research 总裁亚德尼上周五表示，商业房地产市场将会遭遇很多问题。我认为这可能是美联储结束加息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意识到债券市场最近一直在承担货币政策的所有繁重工作。事实上，几位美联储官员在最近几周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这提高了人们对美联储将在下个月的政策会议上保持利率稳定的预期。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最近触及16年高点，
目前为 4.68%， 本月早些时候曾触及 4.9%。亚德尼称，随着债券收益率接近 5%， 这对所有必须在融资的商业房地产交易或商业房地产的价值来说都是一场灾难。由于在家办公政策的持续存在，商业房地产行业长期处于低迷状态，无法提振自疫情以来受到抑制的需求。在全美范围内，办公室贷款拖欠率一直在上升，而更高的利率一直在打击美国企业。这些企业现在面临着更高的债务在融资成本。但是尽管目前房地产行业的低迷让亚德尼想起了早些时候的一次崩盘，他仍然坚定地站在软着陆阵营。亚德尼说，这些东西指房地产将会崩溃，让人想起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危机。当时商业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确实经历了经济衰退，但非常温和。在认真遵守与沙特达成的限制石油供应协议的数月后，俄罗斯的海域原油运输量再次稳步上升。截至10月15日的7天内，该国海域原油出口量出现反弹，推动4周平均出口量达到3个多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外媒监测的油轮跟踪数据显示，上周从俄罗斯港口出口的原油量约为351万桶，比此前一周增加约28.5万桶每日，这将波动性较小的4周平均出口量推升至约336万桶每日。俄罗斯海域原油出口增长的原因是黑海的货运量跃升至6周高位，以及北极港口摩尔曼斯克的货运量在上周低迷后有所回升。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8月初宣布，将延长出口限制至今年年底，削减幅度为30万桶每日，削减基准为5-6月的平均出口量。外媒的计算表明，目前通过俄罗斯港口运输的原油量应该约为328万桶每日。自9月初以来，相对于这一目标，俄罗斯海域原油的4周平均出口量一直在缓慢上升，最近一段时间比目标水平高出约8万桶。也就是说，与该国过去对欧佩克加产量目标的执行度相比，其迄今为止的合规情况良好。自俄罗斯于8月初实施出口限制以来，假设该国的管道原油运输量保持不变，其日均原油运输量比要求的水平低约 1.5 万桶。俄罗斯海域原油出口的增加提高了克里姆林宫每周的石油出口关税收入，4周平均值已连续第11周上涨，创下1月中旬以来的新高。俄罗斯不断增长的石油收入引发了对7国集团和欧盟对俄油价格上限有效性的质疑。该机制本应限制俄罗斯的石油收入。作为回应，美国财政部上周对2艘被控运载货物价格高于60美元每桶上限的油轮实施制裁，这是该制裁自去年12月生效以来首次实施。另一方面，随着10月的临近，俄罗斯炼油厂正在提高日加工率。截至10月11日当周，该国原油加工量增幅为1个多月来最大。但目前正在进行的维护和此前的临时柴油出口限制意味着10月1日至11日期间的加工量总计比9月份大部分时间的平均水平低约15万桶每日。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里。你也喜欢用宏观经济看全球投资的机会吗？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帮我点赞以及订阅分享， YouTube 的大数据就会再推荐类似的影片给你哦。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拜拜。